今天下午有几个小朋友来家里玩，我准备给他们做一些鸡翅吃。鸡中翅加一些淀粉和盐，给它抓洗一下。先抓捏一会儿，然后再用清水多冲洗几遍，就可以很好的去除它的血味。洗干净了，用厨房纸巾擦干表面的水分，尽量把这水分给它擦干。接着就来腌制一下，加入少许白酒，一点点生抽，少许盐，丢丢白糖，先给它抓匀。我们给小朋友当零食吃了，不要放太咸，一点点盐有个底味就可以了。然后再来一点点生粉，再次抓匀。抓匀了之后，再来一点点食用油，给它锁住水分。然后腌制30分钟，给它腌入味。然后我们来起锅热油，油一点点就好啦。全程用最小火，把这个鸡翅呢皮的这一面先放下来煎。大概煎1分钟，这鸡翅底部定型了，就给它翻个面。翻完面了之后呢，给它盖上盖子，煎煮2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开盖给它翻个面。然后再盖上盖，煮2分钟。好了，把盖子打开，加入一把姜跟蒜，给它翻炒一下，再把水分给它煎干了。好了，我们的煎焗鸡翅可以出锅装盘。这个鸡翅呢，吃起来皮脆肉嫩，里面还多汁，原汁原味，特别适合做给小朋友吃哦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今天买了2斤鸡脚，我们来做一款特别适合夏天吃的水晶凤爪。先把这个指甲给它剪去，剪好了再用清水冲洗干净，然后再把鸡脚给它对半砍开，在冷水下锅把鸡脚煮熟，加入姜片、八角跟花椒，再来一点点料酒。煮滚了之后，把这上面的浮沫给它撇干净。水开了之后再煮10分钟，这鸡脚就熟啦。煮熟了之后呢，用纯净水或者凉白开给它漂洗几遍，把鸡脚的油脂跟表面的胶质冲洗干净，它吃起来就会特别脆爽。漂洗了3遍之后呢，我们加入一些冰块，还有纯净水，给它再泡30分钟。彻底泡凉的鸡爪呢，它就特别清爽了。把它捞出来，然后沥干水。鸡脚彻底晾干水了，我们来腌制一下。加入2小勺盐焗鸡粉，一点点香油，再来少许辣椒油，然后给它拌匀。夏天没什么胃口，加一点点辣椒油，吃起来会更过瘾。盖上盖子，放到冰箱里面冷藏2个小时以上。冷藏了4个小时的鸡脚呢，已经完全腌入味了。再来一点点熟芝麻，芝麻可以稍微多一点，吃起来才香。还有香菜末，再次给它拌匀，这一道特别 Q 爽的水晶凤爪就做好啦。腌的时间一定要够，这鸡爪呢，它吃起来连骨头都是咸香的。有凤爪怎能少得了啤酒呢？再来上1杯啤酒，那是超过瘾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今天我们来分享一款不需要揉面的葱花饼，准备300克自发面粉，加入310克清水，给它搅匀。搅匀了之后，它是一个比较硬的面糊，然后我们盖上盖子，放到温暖的地方发酵到2倍大。
刚才在楼下呢拔了一些葱，我们把它切成葱花。这面糊已经发酵好了，把我们切好的葱花加进来，再来一勺盐，给它搅匀，搅回到原来的大小就可以。发酵好的面糊呢，它是比较有韧劲的。平底锅倒上多一点的油，手上我们先沾一点点油，这样面糊呢它才不会粘手。然后抓一小团上来，在手里面给它团成圆形，就可以下锅煎。煎到底部定型了，给它翻个面。来回多翻动几次，煎到它鼓起来，两面都金黄就熟了。这道好吃又快手的葱花饼就做好啦，吃起来特别的松软，满满的葱香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今天花70块钱买了一个猪肚，我们来加入一些淀粉、盐，在里里外外呢给它多抓洗几遍，这样猪肚呢就会很干净了，没有骚味。我们这边买新鲜的猪肚呢，它还会搭一个小肚给人家，你们那边会这样卖吗？把这个抓到它里面完全没有那种粘液。这就是那个小肚，一定要剪开来洗，才能够洗得干净。洗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来焯一下水。冷水下锅，加入姜葱还有白酒去腥。猪肚焯煮5分钟左右，把这上面的浮沫呢给它撇干净，然后捞出来再清洗一下。这上面有些白色的膜要给它刮干净。再次清洗干净。然后我们来准备一些香料，这里有桂皮、肉豆蔻、草果、砂仁、八角、小茴香、丁香，还有一块陈皮。把这些材料呢按照一定的比例磨成粉，装在袋子里面，这样用的时候比较方便，而且更容易出味。然后砂锅热油，我们加入一块姜、蒜头、红葱头，还有一些香菜头，先给它炒香。菜菜炒出香味后，加入开水，然后再来加入生抽、老抽、鱼露。一点点盐，少许冰糖，再把这个卤料包放进去，先煮10分钟，煮出味来。卤料包煮出味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猪肚放进来，在下面先放一个垫子，猪肚它比较容易粘锅底。角度也放进来，再放几个鸡蛋进去一起卤，鸡蛋呢要先煮熟，不好磕。盖上盖子，小火先卤30分钟。猪肚卤了30分钟，我们来给它翻一下面。猪肚有点浮起来，我们拿个碗把它压下去，盖上盖子，再卤20分钟，然后关火焖1个小时。现在就可以把猪肚夹出来，放凉了再切块。这个卤汁呢不要倒掉了，把渣渣给它过滤出来，然后放到冰箱冷冻，要用的时候呢还可以再继续用的。卤汁呢另外再加一点点淀粉勾个薄芡，淋上来。这样做的卤猪肚呢，比外面饭店的做的还好吃。今天我们用香菇跟鱿鱼来分享一个简单的蒸肉饼的做法。香菇跟鱿鱼提前2个小时给它泡发，然后清洗干净。鱿鱼要把这层膜给它撕去，口感不好，而且有点苦。再来准备一些马蹄，这里我只需要用3个就好了，其他当水果吃。另外我还买到了一块上等的梅头肉，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剁碎。剁好了，我们先给它装起来，然后把洗好的鱿鱼给它切小粒。香菇跟马蹄也给它切成小粒。切好了，把它放到肉末里，再来一点点葱头碎，
还有切成粒的鱿鱼，然后就可以来调一下味啦，加入生抽、蚝油、盐跟白糖，少许胡椒粉，还有一勺淀粉，再来点点食用油，然后给它抓均匀。抓匀了之后，我们加一点点水进去，给它抓到肉里面，给它摔打一下，吃起来这个肉呢会更有嚼劲。搅打上劲了，我们就给它放到盘子里，然后就可以上锅蒸了。这个厚度呢，一般不要超过3厘米。肉饼太厚呢，比较难蒸熟，而且口感也不好。水开上锅，大火蒸15分钟。好了，我们这道鱿鱼蒸肉饼就做好啦。再来点葱花点缀一下。这道鱿鱼蒸肉饼呢，做法简单又下饭，营养又美味，赶紧给孩子们做起来吧！趁着肉价便宜，今天买了个大猪脚，这么大一个猪脚，给它花了30块钱。我们来清洗干净。洗好了冷水下锅焯一下水，加入姜跟葱，还有料酒去腥，调大火煮开。煮出来的粉末呢，我们要给它撇去，要不然粘在肉上面就很难清洗了。烧煮3分钟左右，然后就捞出来清洗干净。猪脚洗干净了，我们腌制一下，加入姜片、生抽、蚝油，再来1包盐焗鸡粉。这个盐焗鸡粉呢，它里面有盐啊，不需要再另外放盐的了。搅拌均匀，腌制2个小时以上。今天我们用高压电饭锅来压这个猪脚，把腌好的猪脚倒进来，腌制出来的汤汁也倒进来，加入几颗冰糖，再来点点香油。如果用的是普通的电饭锅，可以再加多半碗清水。然后我们给它压15分钟，压了15分钟，这个猪脚呢还不是特别烂，我们给它翻一下，然后再压10分钟。好了，我们开盖再来收一下汁，再煮几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汤汁收的情况根据个人喜欢，喜欢汤汁多一点就别收那么干，汤汁收的越干，这猪脚的颜色就越好看。这道盐焗猪脚吃起来特别的咸香下饭，超级入味，软糯又 Q 弹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首先我们准备8个铁观音茶叶，用开水给它浸泡10分钟，泡出茶叶水。趁着泡茶叶的时间，我们来处理虾，把这虾脚跟虾须给它剪去。然后在背上给它开一刀，再去掉虾线跟虾脑。虾处理好了，洗干净来腌个底味，加入我们泡好的茶叶水，加入姜跟葱，再来1小勺盐，抓匀，给它腌制20分钟，让虾呢先吸收茶叶的香味。泡好的茶叶给它过滤出来，然后把水分沥干，也可以用厨房纸巾来擦干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起锅热油，油温大概4、5成热的时候，先炸茶叶。中小火把茶叶炸到酥香，就可以捞出来。腌好了虾沥干水，再给它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。炸茶叶的油我们继续用来炸虾，一个一个分开放进来，要不然它会粘在一起。把虾炸到酥脆就可以捞出来。重新起锅，我们来炒香蒜末。炒香了之后就可以关火，把虾倒进来，然后是茶叶，再来点味椒盐，
拌匀就可以开吃啦。这道茶香虾呢，虾跟茶叶吃起来都特别的酥脆，虾呢吃起来有淡淡的茶香，特别好吃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下。转眼又到了周末啦，今天买了一只鸡，晚上呢准备蒸给孩子们吃。先把这个鸡清洗干净，然后我给它砍成大块。再准备一些沙姜还有红葱头，沙姜给它掰开，清洗干净。没有沙姜呢，可以用普通姜代替，就是味道没那么香而已。沙姜给它拍点切碎，然后红葱头呢切成片。特意留了全翅跟全腿，拿着吃才过瘾。把我们的沙姜跟红葱头放进来，然后简单调一下味，加入盐，还有花生油，简简单单原汁原味就可以。给它抓匀，腌制40分钟。哇，这个味道真香啊！趁这个时候，我们再准备一些霸王花，用清水浸泡40分钟，先泡开，然后再清洗。霸王花泡好了之后呢，给它洗干净，然后剪成2段，铺在盆里，然后把腌好的鸡块铺在上面。上锅待会蒸40分钟。好啦，我们的沙姜葱头蒸鸡就做好啦，可以把它拿出来，可以放上葱花点缀一下。这鸡吃起来原汁原味，特别鲜美，还带有淡淡的霸王花香气。霸王花吸足了鸡汤，超级美味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